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今天我们玩帝国时代啦。那其实这个游戏还没有出正式完整版，只有加拿大、法国、德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还有土耳其能够玩这个游戏而已。也就是说，你们必须要翻墙啦。那如果你是其他地区的玩家呢，必须是要预约，包括我在内也是要预约。只是我找到一个可以下载的版本。因为在前2个影片我有说到这个帝国时代的时候，有不少的观众跟我说，议员，如果这个游戏出了，你就推荐给我们。跟我们讲一下这个游戏到底好不好玩，所以今天就稍微试玩一下，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游戏到底是怎样的。首先，这个游戏我没有业配啊，如果帝国时代想要找我业配的话啊，随时欢迎。那么帝国时代这一款游戏呢，是很久以前的游戏了，它之前是电脑版了，然后现在出手机版本。但是如果你是电脑版本的玩家，你想着说游戏出了之后可能会比较好玩之类的，其实我可以坦白跟你讲，只要某一些游戏它从电脑版变成手机版呢，都是有一定的付费机制啦。所以讲的难听一点，就是利用玩家的情怀去亲亲。这里前面一大串故事呢，其实我看了一遍，并不是很重要啦，所以你们要看的话可以看啦，不想要看的话我觉得可以跳过了。主要也是像我们一般玩游戏这样子啊，什么野蛮人攻击我们啊，我们要去打野蛮人之类的，还有给你们试玩一下这个游戏的操作手感。那我在下载这个游戏的时候才发现到，原来它的公司就是 Timmy 啊，你们听到这个音乐，听到这个声音就知道它是来自哪一个公司的啦。这里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要特别去注明说 Timmy 这个东西，就是因为它的公司是腾讯。那腾讯之前有出过一个游戏叫《重返帝国》，现在你们所听到我的声音呢，都是后置录音的。我去试玩了一下，其实你们现在看到的画面操作方式跟之前《重返帝国》是几乎一模一样的。所以你们可以理解为，因为之前腾讯他们有开发过重返帝国了，所以在开发这一次的帝国时代可能会比较上手，毕竟他们已经有经验了，再加上腾讯他们之前做过很多款游戏，所以我认为游戏方面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包括操作啊、画质之类的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但是你们听到腾讯就知道你的钱包要保不住了，因为就连我自己本人也是会在意这个游戏开发的公司是来自哪一个公司，所以这边就提前跟大家讲一声。不过目前来看，游戏的画质啊，还有一些小动画之类的都做的还蛮不错。还有就是这个游戏的操作呢，其实是自由行军的。那因为之前我看过不少的策略游戏呢，都是点对点，你不能在中间切换你的目标，你必须要从 A 点走到 B 点，结束之后才可以进行下一步操作。那这个游戏是自由行军，你要在中间切换都可以。也可以说之前你如果玩过帝国时代的话，就是差不多那样子的操作。就像你们现在画面上所看到的，我可以自己拉部队，我可以点画面上的部队，也可以点旁边统帅的头像，都可以操作。那么这边前面的故事有一点长啊，你们有兴趣自己去上网找吧，我这边跳过。那其实这个游戏已经有中文版本了，你们不一定要看英文了。我是玩了整个游戏大概半个小时之后，我才发现到原来有中文可以选。这个画面是我重新录制的，天哪！现在你们看到这里呢，我是已经跳过了前面的故事，前面的一些教学，还有建立一些基础的建筑物，就是万国觉醒那样子啊开始的教学，我是直接把你们跳过了。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画面相当于我们开始玩游戏之后。那其实现在的界面我看到不是很满意，因为整个雪白白，我什么东西都看不到，或许是因为游戏的季节，或者是我所在的地区，这个我就不清楚。再来这边有英雄重置，就很像万国觉醒那样子，新手玩家才拥有这个功能。还有一些其他的活动，像现在就有提升战力的活动，然后可以获得主题城市，就是像我们登峰造极那样子啦。刚好我今天建立账号的时候有转盘，这边可以抽选的统帅包括汉尼拔还有崔布瓦纳，这个好像是泰国的统帅来的。还有一些活动就是打野蛮人之后可以获得一些奖励资源之类的。下一个帝国圣杯我暂时还不清楚是什么来，我还没有去研究。不过这个活动差不多快要结束了。再来就是一些采集的活动，这边你去采集了之后可以拿到一些奖励，这个也是固定的活动之一啊。还有每日活动、招募统帅的活动，还有现在也是在 MGE 的阶段，刚好现在是第5天了，他们 MGE 有7天。最后一个奇迹探秘，这个我还不清楚怎样玩了，这个好像是要找碎片之类的。最后就是加入他们社团可以获得奖励，那也是一样，这个活动有里程碑的，你完成一些任务或者是目标之后可以获得奖励。
当然弹窗也是一定会有，你们可以去购买礼包，当你们完成一些任务之后就会跳出来。既然有弹窗，我们当然不能少了氪金界面这边哇金闪闪的画面啊，哇全部都是钱啊，并且这里礼包的种类呢其实比万国觉醒还要更多，那价格稍微贵一点点啊，这个应该是根据加拿大那边的兑换率才变成这个价格。我相信等正式版出现之后，在马来西亚那个价格应该会稍微改变一下啦。好运连环是你必须要购买某一些礼包之后，后面有一些免费的礼包可以领取。统帅碎片也是有分成1块1块的，或者是10块在一起的，这也算是每个游戏都会出现的操作。再来每日特惠宝箱，现在只有2位统帅，一个是红胡子，另外一位是杜加瓦蒂，好像也是泰国的统帅。王国秘宝你们可以理解为留声古卷，完成任务之后可以获得奖励，限时赏金也是差不多的，想要获得更多奖励就必须要花钱解锁啦。接着储值回归，你们可以理解为储值好礼啊，你花越多钱去购买礼包就可以拿到这些奖励。下一个定时补给就是我们的月卡跟周卡，成长基金 VIP 商城，氪金界面大致上是这么多了。有一个我比较满意的地方就是自动治疗，你们可以看它的医院可以自己勾选自动治疗，当你的部队受伤之后不需要一直重新去点医院去治疗，这个还蛮方便的。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地图的情况，点出去看。它这个地图不像万龙觉醒这样子，你可以自己选择要到哪个地图的方向去看。外面的东西基本上是差不多，大部分的策略游戏都是这样子，有一些采集点啊，有野蛮人啊之类的。这里我也是演示给各位看，这个游戏确实是可以自由行军的，你可以点某一个地方，然后你选择自己想要派出的统帅。不过对比万国的画面呢，显然这个画质会比较漂亮一点，比较高清，比较立体 3D 一点。不过我觉得是风格问题啊，毕竟它这里的统帅全部设计都比较正常一点万国觉醒是比较偏卡通类的，然后你们就可以去攻击一些野蛮人啊，去采集。这个游戏也是一样有体力消耗的，然后有跟你讲要用什么兵种去克制这些野蛮人，每次打野蛮人会消耗5点的体力。目前我们的建筑部队只有2个而已，你可以解锁第3个，可以用游戏里面的虚拟币或者是用钱去解锁。在现在你们看到的画面就是升级建筑物，那它这边升级有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就是你可以一键加速，就像现在你们画面上所看到这个东西，其实我前阵子才跟官方那边反馈过的，但是他们之后会被改进我就不知道啦。我个人觉得这个功能是还蛮方便的。这个活动也是有日历，你们可以自己查看每一天会有什么新的活动。这里的活动基本上在前面已经介绍过了，所以这边跳过。那还是一样首充可以获得新统帅，但是这边有2位，一个是花木兰，另外一个是18大王。但是你们不要以为拿到这个统帅之后他的技能全部都是满的，你是召唤而已，你还没有提升他的技能。这个游戏也是有兵种克制，但是它多了另外一个兵种，就是长枪兵。那你们可以看到剑兵是克制长枪兵，然后长枪兵是克制骑兵，骑兵克制工兵，工兵克制剑兵。那现在我们要看最重要的部分，就是统帅界面啦。这个统帅是每一个玩家都会有的初始统帅，这里有显示它是属于什么类型的统帅，它使用什么兵种。其实大多数的统帅他们都可以使用2个兵种，也就是混兵啦，不一定是用长枪兵，有可能是像这个阿提拉这样子可以用骑兵跟工兵。那在前面我就有提过，这个制作公司他们在之前就有做过重返帝国，那其实这个游戏帝国时代呢，他们一些统帅的模型跟之前重返帝国是很接近的，就连包括现在你们所看到的统帅界面其实也是差不多一样的，所以并没有让我感到特别惊讶啦。那这边的统帅大部分都在万国觉醒里面见过了，只是一些泰国统帅还没有出现。不过跟他其他的游戏差不多，在一开始就可以看到很多位统帅了，而不是像万国那样子慢慢推出，也有可能他之后会推出一些新的统帅了，只是现在可以看到很多位了。我个人比较满意的就是宫本武藏还有关羽，哇，下面那个关羽实在是太帅了而且有动画，它每个统帅除了会演示动画之外，你们还可以自己旋转去看一下整个统帅的模型，但它如果要旋转的话，你必须要等它的动画结束之后才可以旋转。不过每一位统帅的设计其实都还蛮漂亮的，毕竟它的画风是属于比较欧美系列的画风啊，我自己本身是还蛮喜欢这类型的画风的。那也是一样，这边会有4个技能，包括第1个的主动技能，接下来全部都是被动技能。不过你们也看到了，在一开始就已经有英雄装备了，也就是说是比万国觉醒还要更快了，你们要在早期就要开始做装备了。但是这里提升一些技能呢，并不是像万国觉醒那样子你必须要用镜头之类的，它是需要通过提升统帅的等级而解锁。
除了现在你们面板上看到的技能之外，还有包括天赋，另外一个就是配置技能啊，不过这个也是跟着等级去解锁的。那因为今天只是介绍这个游戏而已啊，所以这边比较详细的东西可能之后再讲吧，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不过统帅方面区分的种类其实还蛮多的，还有这个游戏也是有推荐搭配啊，就是很像之前我们看到的一些游戏这样子，它有推荐你要绑定哪3位统帅、2位统帅在一起，在一个队伍里面，效果提升会更好。当然这个是游戏推荐的，而不是像我们这种主播推荐你是怎样搭配的。这也是跟万国觉醒不同之处啊，万国觉醒就只能看你们自己的理解能力去搭配某一些统帅了。那这个游戏有4星统帅，也就是指示统帅，但是这些统帅呢，全部都是不认识的。我觉得是游戏公司他们自己去创造设计出来的角色。顾名思义，就是他们的技能没有这么强啦。这边也是给你们看一下技能，不过你们不要以为提升等级很简单啊，我觉得提升等级这边应该也是花不少钱。并且几乎每一位统帅都有自己的 CG 动画，这个 CG 动画你们有兴趣的话，可能等之后游戏出现再自己慢慢看吧。如果我要一个一个播放的话，可能会变成一个完整的合集了。在筛选部分，你们可以看到它也是可以选择不同的品质排序。统帅等级目前也只有分成传说跟史诗级的，然后可以选择不同的兵种，还有包括双兵种。这一风格就是他们的能力有分成辅助啊、追击啊、进攻之类的，根据自己不同的需求去选择自己想要的统帅。所以统帅的部分暂时先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看其他的，像书包，这个跟我们现在游戏是差不多的，只是这个游戏它会额外把统帅的一些碎片分开而已。建筑物方面也是跟一般的游戏差不多，有分成资源类跟战斗类。当你们的等级越高，要建立的建筑物就越多。接下来邮件，这里我刚刚打了一些野蛮人，可以分享给各位看啊。那其实它这个邮件也是做的还蛮不错，可以查看报告详情。那我们统帅可以搭配3位，技能详情、资料统计、军队加成，这里全部都有写出来了。最后就是兵种部分啊，因为我选择的是中国文明，所以那个兵种看到是中国的部队。那这里分成7个等级，没错，有 T7。等级越高，拥有的技能就越多。你们可以对比 T1 到 T7 有什么差别。当然这个游戏也是有 VIP 机制，最多可以提升到 VIP 18，可以通过 VIP 获得君士坦丁还有宫本武藏。接着看一下个人界面吧，我现在是选择中式的，还有显示自己多少等级啊、体力有多少之类的。每个不同的风格都有自己的争议，像这个中式就有工兵的争议，还有木材生产速度。法师专注的就是在剑兵，除了剑兵的防御力提升、剑兵的训练速度提升，还有食物的生产速度提升。拜占庭专注在骑兵防御力、骑兵速度，还有金矿生产速度。罗马长枪兵防御力、训练速度提升，还有石矿生产速度提升。每个不同的风格都有自己的兵种特色。当然网络游戏也是可以自己去加好友，有好友名单跟黑名单，还有个类似像远征的活动，你们可以自己去挑战。从这里我们也是可以看到系统的搭配，它这里有选择3个统帅。最后招募界面跟之前的重返帝国差不多，也是有一个很长的动画，你们可以选择跳过还是不要，就是抽卡机制啦，这个也是要看运气还有看概率的。不过今天我大致上抽到的都是碎片而已啊，并不是完整的统帅。那大致上现在能够介绍的东西就只有这么多，如果你们想要看更详细一点的话，就在评论区给我知道吧，你们对这个游戏有没有兴趣，并且你们认为这个游戏会不会取代万国觉醒呢？我这边最后忘记给各位看一下王国地图了，它的王国地图有这么大，所以不排除之后应该也是会有 KVK。 那么今天先介绍到这里，我们下个影片再见，拜拜。在我做完影片之后才发现到原来这个游戏还可以钓鱼的。它这里的钓鱼机制有点像原神那样子啊，就是你们要根据自己的力度抛网，然后在湖中会出现红色还有金色的鱼，当然如果你能捞到金色的鱼，分数会更高。我想要的就是这一种啊，那个万国觉醒出那个钓鱼游戏，我的天哪，我都不懂什么鬼来的。这样的方式明显好玩很多，然后一天可以钓鱼钓3次。如果你们给我选择万国觉醒跟这个游戏的钓鱼，我肯定会选择这个游戏咯。差别真的太大了。在倒数结束之后，会根据你捞到多少的鱼量来计算积分，这个活动也是有排行榜的，我是觉得很有趣啦。